闻佛音，见佛法，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科技越发达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越清晰，越接近世界的真相。比如元宇宙是最流行的科技趋势，其实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元宇宙。只要元宇宙的技术成熟，人类就会虚构出一个新世界，然后就可以把很多人塞进去，让他们在里面繁衍。或者当地球面临日益恶化的环境危机、核危机、疫情等等，就会有一批人构建一个新世界，然后移民进去，开启新生活。这不就是当年诺亚方舟的故事吗？地球发生了洪水，最后只有一小撮人通过船只实现了逃生。按照这个逻辑，人类很可能就是一个被高维生命设计出来的元宇宙。人类可能生活在一个被虚拟的计算机场景中，他坚信更高维度的生物很有可能是我们的造物主，就像人类也在制造更低维的虚拟世界一样。宇宙已存在了近140亿年，而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历史才不到1万年。从统计学角度看，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，很有可能多个维度的文明，每一个维度的生命都是由上一个高维生命创造出来的。高维生物是低维生物的造物主，低维生物都被设计好了程序，然后各自运转，这就是低维生物的宿命。用心感受下人生，是不是总是被宿命包围？它让我们无法挣脱。我们经常讲造化弄人，生死轮回，这种宿命很可能就是被高维文明设定的程序，成为了世界万物运转客观规律。在人类看来，人间的起起伏伏都是随机的，但是对高维生物来说，一切都是按照他们设定的程序在演绎，一切都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。先有程序，后有了世界万物。老子发现了这个程序，把它称为道。游戏中的角色只能遵守这个秩序，在他们眼中，程序是永远独立运行的，永远无法更改的，循环运转，生生不息。我们这个世界的道也是一样，至于这个道究竟是谁编写的，老子说也不知道。一直有悟性极高的人试图破译这个程序，比如中国人的八卦图、河图洛书、奇门遁甲等等，就是对这个程序的破译。当然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只对游戏规则感兴趣，比如怎么打怪升级的，而对游戏本身的程序设计并不感兴趣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几个人愿意研究世界背后的道，大家都是为了现实世界的名利而奔波。高维生命看待我们，就像我们看待一群蚂蚁一样，看到我们整日忙碌奔波，最终只是为了一场名利，就觉得人类非常可笑。自古以来，凡是在江湖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人，往往都在朝堂里有背景的。同样的逻辑，人类有史以来，凡是在人间取得一定成就的人，比如艺术家、科学家、诗人、政治家、企业家、改革家等等，往往都在天上有背景，很多都是天生派下来历劫的。人间就是天庭的监狱，那些在天庭里犯了错的人都被关押到了这里，成为凡夫俗子。所以上帝说你们每个人都有罪，至于要关多久，就看你自己的修行了。有的人开始诚心修行，在人间积德行善，赎罪成功，下一世就会回到天庭。有的人修行不够，或者犯的错太严重，被关押一辈子都不够，就会不断的在人间轮回，不停地接受改造。所以佛曰：众生皆苦，做人就是要受罪的。当然，还有很多人沦落到了人间，依然不思悔改，反而在人间继续造孽，那么下一辈子就会被继续打入畜生道，或者打入地狱。至于你下辈子在哪个道里，就看你的修行了。畜生要修行几百年才能成为人，人要修行很多世才能成仙。就像游戏里的打怪升级一样，我们要经过累生累世的修行才能升级。有的人不刻苦修行，反而偷偷地寻找各种捷径，比如求神搞鬼，迷信各种魔道，这就叫越狱。这种人必遭天谴。天庭为了管理世间的这些囚犯，也会经常派人下来，比如有的人是来传道的，目的是为了感化这些囚犯，这就是布道者；有的是用来管理人类的，这就是政治家；还有下来为人类发明创造的，
比如科学家、艺术家等等。像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这些名著写的全是神仙下界历劫的故事。这些小说之所以经典，是因为作者站在高维看低维，站在天上看凡间。比如《金瓶梅》一开始描写的并不是潘金莲、西门庆、武大郎之间的故事，而写的是吕洞宾修仙的故事。吕洞宾之所以能够成仙，是因为他克制了自己的欲望，过了名利关，所以才能成为神仙，过着最逍遥自在的生活。而像普通人为什么成不了神仙，就是因为欲望太重，业障太深，积德行善又不够，所以只能一次次的在人间轮回，纵然有名有利，但是依然摆脱不了痛苦。最典型的就是西门庆，金银财宝、名声地位应有尽有，而且一生风流，但是最后的下场依然很惨，躺在床上像牲口一样叫唤了3天3夜，然后死去。再比如《水浒传》，其实完全是一部喜剧，而不是一部悲剧。普通人读这本书，总是在读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很伤感，因为梁山好汉纷纷喝了毒酒而倒下。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生命的终结，反而是彻底的解脱，因为这108将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开始回到天上去了。《水浒传》开头就说了，108将的前世是天上的36天罡星和地上的72地煞星，因为36天罡长与76地煞联合行动，去降妖伏魔，所以这一次他们又联手到人间完成一次任务，也算是历了一次劫。他们这次下界的任务就是征讨方腊，因为方腊一直用旁门左道来迷惑民众，他假传自己得天福蝶，就是打着天上的幌子去干坏事。他甚至要颠覆孔孟思想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天庭看他不惯，要派人收拾他。宋江是这次任务的领头人，他有一次做梦9天玄女传旨意，就是告诉他要带大家完成这次任务，然后就可以回到天上了。宋江知道自己的使命，因此梁山的旗帜是替天行道。108将聚齐之后，宋江义无反顾地接受招安，然后带领大家征讨了方腊，最后一起喝了毒酒，带领大家回到了天上。所以为什么《水浒传》里面这些好汉都是大口喝酒、大口吃肉？因为他们之前在天上过的就是这种潇洒日子。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？我认为4个字：回归真我。每一个生命都有源头，那个源头就是真我，也叫元神。我们之所以还不是真我，是因为每个人都在修行，甚至要经历 N 次修行才能回到真我。每个生命都有出处，每个灵魂都有归宿，每一个生命在诞生之前都领了这一世要完成的任务，然后累生累世的分段完成任务。我们之所以在世间不断的轮回，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，这也就是我们的修行。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就可以回归真我。所以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不再为人，就是为了能回到自己的本源。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这3大问题是每个生命的终极问题。回到本源有2大通道，第一种是开悟，属于佛家，修成之后是神；第二种是得道，属于道家，修成之后是仙。道家修的是今生，靠的是符合规律，顺势而为，也叫合其道，不需要再做无望的努力，完全顺其自然，这就是无为。佛家修的是来世，靠的是因果关系，为了某个结果就得去种这个因，这就是发心。发心之后就要坚持初心，要放弃很多欲望，刻苦修行。然而既然人间是一座监狱，就没那么容易觉醒。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都被施了障眼法，或者是打了封闭针，让你看不清真相，找不到使命。人间本身就是一个迷局，它就像一个被设计好的程序，程序的核心就是为了让我们迷失，它会用各种表象、假象、诱饵、欲望来迷惑我们。每个人都带着使命而来，都有自己的天赋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我们都生而纯真善良，但随着长大被世界熏陶，行为被世俗沾染，纯真被物欲遮蔽，开始变得贪嗔痴，为了追求外在的认可，
日夜不停地奔波，真我就被遮住了。长此以往，遮住真我的那层灰尘越来越厚，行为也越来越迷失。所以王阳明叫人致良知，禅宗叫人明心见性，心理学家说要寻找真我，哲学家说要寻找自己等等，我们则说要不忘初心等等。这些都是为了去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最初的我。而且社会上的一切仿佛就是为碾压我们而设计的，我们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，要按照社会的标准成长，要不断地忽略自己的特点，最终失去自我。唯有回归真我，才能回归安宁和幸福，才能内心更强大，才能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一个人的最终使命就是成为真正的自己。人生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不能做自己，人生所有发生的事情，一切过客和经历都是为了帮我们寻找自己。人生看似有无数的选择和可能性，不过是障眼法。当你真正明白了自己的使命，它们顿时消失，真我就会显现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